苦楚之战第2章，会中订婚宴第3集。徐永道勘察虹口日军基地。徐永道听说新上任的黄光瑞校长原是广东陈济棠粤系空军司令，刚来中央航校当校长。不久前发生两广事变，化险为夷，多亏黄司令带粤军飞机和飞行员投奔中央空军。他想，不知此时黄校长召集会议有什么情况。他把信说好，赶去会议室。到会议室，发现其他教官都已先他而到。做记录的秘书告诉黄校长，教官们已到齐。黄校长站起来，声音浑厚有力，说：各方情报表明，中日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威胁已近在眼前。今日紧急召集各位，制定针对性训练计划，明确轰炸组训练重点，就是驻扎在上海虹口并杨树浦一带的日军兵营。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，还有游弋黄浦江并长江口日军巡洋舰、驱逐舰、航空母舰。说完，停顿片刻，用喷火的眼光扫视在座教官，说：轰炸训练将分2类：一、模拟日本军舰用白色粉末在钱塘江沿岸绘出军舰外形；二、派本校轰炸组飞行教官并高级班学员着便衣乘火车潜入上海，查明日军目标。说完，再次停顿，用柔和的目光看着年轻教官，然后用低沉坚定的语气说：哪位教官会说上海话？徐永道答：报告黄校长，我会。我生长于沪，熟悉地形，请派我去。黄校长微微一笑，说：好的，你选2名广东学员，最好也熟悉上海。等航空委员会批准新训练计划，即可执行。徐永道刚从上海探亲回来，不料又有机会去一趟，不过这次带任务去。他想，不知能否在上海见到宝慧。晚上他回宿舍，疲惫不堪，想着去上海的任务，已没时间精力找林浩恩打架。突如其来的任务占据他的注意力，他对林浩恩怒气平息，现在他需静下心来。他冲冷水澡，给自己冷处理，让刚才发热的头脑降温，思忖对付情敌林浩恩的策略，还有如何完成上海之行的使命。他躺在床上，想着人类出现后不久，第一场战争就爆发了，那是内战，家族内战。哥哥该隐杀同父同母弟亚伯，只因该隐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弟弟亚伯的行为是善的。此后地上刀光剑影不断，本族自相残害，异族彼此杀戮。残酷的战争使人祈祷和平，签署约定，但往往是和平之约墨迹未干，战火狼烟凭空又起，杀声遍地。如此这般周而复始，循环不断，时至今日从未止息。熟读战史和圣经的他，清楚知道地上没有永久和平。所谓和平，不过是2次战争之间的暂停。他看到的人类史，始于亚当夏娃的背约史。人类违约行为从第一对夫妻亚当和夏娃发端，他们违背神的盟约，吃盟约规定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违约的亚当夏娃都不认罪，各退责任，理清自己。人类历史及战史也是重演的背约史。地上的人预知不了明日事，属肉体的人只能看见眼前事，
看不到背后的真实。人与人，国与国，事与事，都在变化中互动，在互动中变化。世界就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反应堆。梦想以自己为中心控制世界者，无论意识有多强，最终必亡。有股看不见的永恒力量护理宇宙，公正裁决，不早不晚，恰在其时。他投笔从军后，知道自己将面对什么。民国25年来，内乱从未断，外敌永不止。隔海之邻日本因明治维新迈进列强，马关条约后更是觊觎中国。日本关东军5年前借着918事变控制东三省，成立关东军控制的满洲国，直接引发欧美列强走向世界决斗场。日本意欲控制陆地，是日本列岛总面积25倍的中国，而与西方列强抗衡。日本驻屯军去年控制华北，日军口唱中日亲善歌，手拿刀枪，走到哪里杀到哪里。华北、东北中国人已见识日军枪炮亲善之道。日本欲抢在中国强大前控制政治经济，以便夺取资源，为其打败欧美列强提供经济政治保障。战场情场，两场厮杀不约而同一起引发。他心想，航空委员会批准轰炸科训练计划，航校派徐永道带2名高级学员去上海实地观察日军目标。徐永道精心挑选2名反应机敏、观察力强、熟悉上海情况的广东学员黄问墨和李希勇去虹口勘察。虹口有不少说粤语的广东人。永道身穿深灰绫罗长衫，化妆成来上海谈生意的绸缎商。2名学员扮作伙计，手拎绸缎布料样品。3人一起，清晨从笕桥出发，傍晚到达上海北站。他们一出站，就看到路边事先订好的上海祥生车行淡绿色雪佛兰出租车。3人上车，直奔离日本海军陆战队特别陆战队司令部不远，江恩路一家不起眼的克祥旅社。永道和2名学员乘车经过上海街区时，正值夜幕垂落，街灯初上，上铺霓虹灯忽明忽暗，闪闪烁烁。美国产小汽车呼啸而过，法国咖啡馆、日本料理店、德国大药房、英国皮鞋店、犹太会堂、基督教堂、舞厅欢场、花园洋房、日式木屋、中式阁楼林立马路两旁。看着眼前的繁华，不到30岁的永道很难想象90多年前，上海刚开埠时，虹口一带只有几个冷清小镇，大片地方还是乡野渔村，荒地坟冢。开埠后2年，为方便英国侨民安居，也为中外国民分开居住以利治安，英国领事和上海道台商定上海租地章程，把黄浦江沿岸河滩荒地划给英国侨民用，渐渐成为英租界。几年后又划给美国侨民，那地成了美租界。英美租界合并，逐步演变成由列强包括日本控制的公共租界。后来法国也得了地，变成法租界。1907年，永道出生时，先前租给列强的荒地并小镇，经半个多世纪打磨雕琢，上海有了仿佛国中之国的租界。中国外国各股势力因各自需要，把中国第一盏电灯、第一部电话、第一家报纸、第一期杂志、第一家书局、第一座大酒店、第一家电影院、第一个足球场、第一个消防队、第一所新式大学、第一座污水处理厂
等摩登产物一个个引入租界，引入上海。民国开创者孙中山多年前曾提出过大上海计划，想把这年轻城市精心梳理一番，特别想打破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占据市中心的格局。然而民国以来连年战乱，大上海计划只好搁浅。生长于斯的甬道亲眼看着上海如磁铁般吸引远方新旧大陆各国侨民，对邻近的日本吸引力最大。他觉得上海就像正在发育的美丽女子，引起各路强人注意。他们看似好心花钱打扮着女子，女子出落的卓越风姿时，其中一个强人便迫不及待破门而入，想把她据为己有。这个强人就是日本。他还记得5年前中国东北发生9·18事变，西方列强以保护侨民为由派军队进驻上海租界，日本趁机控制公共租界以北，并以东至北四川路以西地段。他们要去勘察的虹口是上海黄金区域，风水宝地。40多年前中日甲午海战之后，日本海军就驻扎此地。日本舰艇在黄浦江穿梭游曳，就像在自驾。4年前的1·28事变后，日本通过淞沪停战协定得到特权，日军得以暂驻公共租界以北东区，并接壤临界筑路区，让日本海军陆战队员取代日本巡抚在街上武装巡逻。去年又在北四川路和江湾路岔路口新造一幢航母般4层钢筋混凝土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大本营。永道和两名学员来上海，仔细研究过上海尤其虹口一带军事地图，日军在上海主要军事设施并日侨聚集区都标在地图上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多谢各位收听收看。